震惊！杨紫的女分析师已经8集了，估计要空降了。对于在网络上播出的电视节目，策划策略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节目呈现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对比明星剧，可以持续观看，网络剧本质上是走几天播几天停播的策略。如果剧集的数量特别长，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沟通，这将极大地影响节目爱好者的能量，并且可能会尝试并出现1年后节目将继续进行的情况。近日，有网友爆料，杨紫、井柏然主演的电视剧《河顿的小可乐》将于1月18日空降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不少人最难忘的反应是莫名其妙。两人未来什么时候拍戏？有另一个程序？为什么我以前不知道呢？反正说实话，这部剧只有8集，也就是之前两人合播的《女临床医生》最后8集，根本不是对最后8集的翻播那些已经主动沟通过的，但那些可怜的人在8集之前就已经沟通过了。这样的消息也让所有人大吃一惊。毕竟，女分析师是在去年年底发布的，整整1年过去了，可怜的人至今已经有8集被传达了。这种传输方式确实很有趣。事实上，在女临床医生的结尾，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不完整的。剧中很多问题没有被明显的理解，也有很多陷阱没有被填平。的确，就连一直热搜的杨紫和井柏然的模范吻戏，也没有一个被流传，所以他们也忍受了很多抱怨。而且，令人惊讶的是，当影响了这个节目的评价时，具体来说，作为主播的杨紫的剧情明显是一坨屎，最后还被吐槽变成了后宫找妈。当时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会这样，不过目前为止还有8集要传出来，大家都觉得很怀疑。许多人也非常好奇，为什么最后8集是在传播1年后传播的？有网友泄密，理由是上一期节目的集数限制在40集，所以这期节目才流传了40集。8集被重新改查，不久前还不能公开，但有人吐槽，既然会被隔离成2段，为什么不连续播出呢？总而言之，今年有几部剧因为集数过长，分成了2段，但都是依次播出，观众观剧的效果并不完美，时隔1年才宣布停播，忽略了拉新。但对于之前关注剧集的人群来说，过去的剧情几乎被忽略了，他们可能不会热衷于观看。更重要的是，一个特别的决定，有人认为这是舞台牛仔裤背后的理由，有人认为这是电视剧制作人背后的理由。值得关注的是，有网友爆料，杨紫接下来的节目得到了肯定，是一部电视剧，叫做《199爱情》。这部电视剧有一个和女治疗师类似的创作机构，女临床医生杀青1年未传，无数影迷同样极度强调这部剧会出现类似的情况。眼看着杨紫的河顿的小可乐要空降，你怎么看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。02肖战全新旋律空降全球音乐舞台，仅用2天时间就冲到了全球榜单第2名。近日，主唱肖战又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，那就是肖战的新歌《光点》空降 iTunes 榜单这一全球影响力巨大的舞台，只需要几个小时。他排在榜单第27位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《光点》的排位次日连升25位，来到了全球榜单的第2位。同样，我需要做参考。此外，肖战的新曲《光点》也是刚刚上线2天的榜单50强中的主打单曲。人们仅限于1门曲子，这些数字取决于国外的真实人数。由于没有预热的意外空降，《光点》竟然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，并且令人惊讶地进入了全球10个地区的 iTunes 排行榜，独领风骚、多区高位等等。如此惊人的成绩，应该足以说明肖战在海外的影响力无人能及。可见，肖战的旋律《光点》作为一首被大众喜爱的曲子，发出后更是主动收获了各种殊荣，从打破中文成交纪录，到赢得24小时送达业务量2548万的吉尼斯世界纪录，记录中国最快的交易，后来被福布斯入账，并被 IFPI 记录世界唱片业联盟公布了2020年全球单曲榜第7名等等，无一不见证了这首曲子的伟大。更
更何况，作为歌手肖战这个影视曲风全面提升的偶像，在凭借自己的努力闯荡世界，跻身全球工匠榜第47位的同时，也理应利用无穷无尽的系列作品。惊艳的成绩单保证了他在这个巨大的世界舞台上的伟大。而且，在发现肖战的歌曲在 iTunes 上空播，并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后，粉丝们也纷纷表示称赞。世界影响力真的很强。从粉丝们的喜爱中，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大家为肖战的旋律而欣喜若狂，终于取得了如此巨大的综合成就。事实上，肖战在这个充满野蛮侵略的世界中，用自己的作品闯出了自己的路，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。这既体现了他的强项，也体现了对国外人士的喜爱。尤其是随着肖战进一步走向世界，他同样让更多的海外人感受到了我们今天中国青年真正的伟大。肖战也因此在世界的大舞台上绽放出越来越多的惊人光芒，同样可以称得上是我们中华儿女的伟大。03粉丝或者受访者，工匠的崇拜对象肖战可谓是化仙入府。真羡慕言论区某些学弟的爽生活，年少时一有机会就着书立说，乡亲们把我当亲人，哈哈大笑。等我长大了，成了一个月薪过万的作家，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工作，疯狂地侮辱他的家人。这批人自己认为他走到这一步完全是因为不懈的努力，但说实话，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我们会发现，这个替补理解他的梦想是因为艰苦的工作和努力，但也有一点因果报应和大量的能力。不然的话，勤劳的后遗症也可能一次又一次的倒下。工匠学生最后交的作业是符号肖战，看到后称他为答辩人。工艺和表现艺术是需要能力的东西。根据监护人的说法，他们也是笔记。一些替补无休止的抽签，并由国际事务部派遣，而某些替补，比如我们应该接受这个同学。总的来说，当学生需要画画时，他们肯定有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因为他们不需要他们喜欢的东西从我们这里死去，所以他们需要记录下来。它往往是一篇文章，也可以是个人。如果是个人，而不是我们的家人和同伙，说实话，最吸引人的是学生的象征。不得不说，偶尔的追星真的是给了学弟灵感，就像其他学弟为了画符号而成为工匠学弟一样。像这位同学，肖战就是他的1号人物。近来，他已成为著名的特长替补，他的作品很多，格外知名。他抓住了小学生和本科生的心。就这样，无数的公益学子把肖战放在了功课上。中央最后一项任务是重灾区。细看这幅，完全不是一幅画，却别具创意。这是一张写着肖战名字的照片。不得不说，做工学生不愧是做工学生，有很强的专业能力，也有不同的看法。尽管如此，当他被移动到另一幅画时，这种赞美就会被删除。这也是工匠学生上交的最后一份作业，但当他们看到这幅作品时，许多真正的粉丝都想展示自己袖子里的刀片。你能说你有礼貌吗？在作业的左半部分，第一张相关图片被精心定位。事实上，如果不是这张独特的照片，大多数学生都无法分辨出这两个人真的是一模一样的人。不能说完全相同，可以说无关紧要。只能说这位手艺学徒传唤要慎重。不管怎么说，说实在的，肖战并不是特别经历过学徒的人。有分量的爱，小迪太小迪了。看完小迪的功课，小迪或许会感到些许安慰。左边是青春妩媚的小学妹，右边是阴森森的老魔女。尽管据说做工学生是独一无二的，有自己独特的油画风格，但构图风格与艺术风格有着一席之地。在做合理的功课时，受试者是真实的个体，基本上你的风格不能接地。看了看上面这位学生的画布，又看了看另一本被炸毁的作业，我只觉得老师太过分了。这位替补画得真真切切，不仅画法不奇怪，而且还很突出重点小眼睛的妖娆。然而，对于这一点，创作者的同学李同学却极为愤怒。
事实上，这位同事是他自己的学生，所以这位有钱的教育家很快就把这群人抢到工作场所喝茶，试图为偶像证明，虽然很少，但完全不是。虽然李荣浩的功课非常棒，但我要说明一下，在学生们的功课中，最好的还是苏大强。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年轻的学生会把苏大强当成偶像，但功课肯定是一样的。写实抓口齿，Q 变抓形，把人物属性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因此，对于这部作品最终被打低分的原因，也有不少学生非常疑惑。说实话，这本质上是一个价值观问题。综上所述，公益学徒留在学校，培训式机构。列出一些低分任务，并不是要降低学生对这种心态的信任。事实上，公益领域仍然非常开放。建制在强大民族历史背景的首要关切不被踩踏，无论风格或属性如何，都是善举。无论如何，考虑到所有因素，学生不一定会沉浸在那种公益的心态中。考虑到所有因素，我们实际上是需要过日子的社会生物。所以，无论如何，对于学手艺的学生来说，在学校最重要的是为自己积累6变式的资本。